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最近也是买完了初代奥特曼里面的怪兽以及宇宙人，本来打算一期视频给大伙做完的，但是这个工作量还是稍微有点出乎我预料了。那么这期视频咱们就先把宇宙人给看完吧。初代奥特曼里面宇宙人的产品差不多就是这么多，收齐总共是4000多块钱。当然大头在哪，想必大伙也是非常清楚啊。首先我们看到这款巴尔坦星人的 SHF， 这也是 SHF 这个系列第一款发售的宇宙人角色。内容物方面只有一个主体，也没有说像 ACT 时期一样会塞一些特效件什么的。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产品了，但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还原度放到现在来看也是不过时的。当时万代在涂装方面也是很用心的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质感表现也是很有感觉的。当时发售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搭配初代奥特曼 SHF 的嘛，但是初代的 SHF 在这么多年里经历了非常多次的再版，而这个巴尔坦星人一直都没有再版过，所以这玩意儿最贵的时候差不多是在21年到23年之间吧，一度涨到过700-800块钱。虽然说万代是没有再版过这个巴尔坦星人的，但是它出了一个变相再版的版本，就是这个打击侵略者版本的巴尔坦星人。那么它与原版有什么区别呢？答案是它在里面加入了一个井盖，上面写着这一集的标题。主体方面，这款变相再版的产品与出版的区别就是它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些。虽然这是一款万代非常没有诚意的产品啊，但是正是因为它的出现，大伙儿现在才能以200多的价格就能玩到巴尔坦星人。说到价格方面，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巴尔坦星人啊，真的吓哭了。有的新玩家可能不知道，这玩意儿最贵的时候涨到过3-4千块钱。没错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巴尔坦分身套，哪怕是现在我也是花了将近1700块钱才买到它的。里面其实就只有3个换色的巴尔坦星人，就这3个换色的巴尔坦星人在当年发售的时候就要将近1000块的预定价了。当时玩家普遍觉得买这个不就纯韭菜来的吗？结果大家都不去订，反倒让这个玩意儿有了一种稀缺性，价格也是水涨船高。这款产品就是还原剧中的一个巴尔坦星人分身的技能的嘛，3个巴尔坦星人慢慢从浅色的透明剑过渡到实色的涂装，确实挺有意思的。你也可以拿它来当原色巴尔坦星人的配件包，毕竟你都买这玩意儿了，肯定也不差钱买原色的巴尔坦星人。那么总的来说，这玩意儿算是一个没啥说法的智商税海景房啊，而且它是有一个国产 KO 版本的，价格正好是正版的1/10。盒子方面抠去了万代正版的标志，然后我们看到主体左边是正版，右边是 KO。各位觉得这个 KO 做工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上手把玩一番，我感觉这个 KO 的做工是非常差的，它这个关节插不到底部，裙甲部分一开盒就脱胶，身体各个地方都很松动，把玩体验这方面很烂。但毕竟价格摆在那儿嘛，虽然说将近200块钱也不便宜就是了。总的来说，手艺人修一下还是可以玩的。那么下面一位没错，还是巴尔坦星人，又到了我们的勾石彩透环节。这款是那个彩透一番赏系列的地赏啊，这个一番赏彩透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是拼上了。这款通体是一个透明蓝色的彩透效果，脸部以及2个大钳子部分有一些细微的涂装。我觉得把它放在巴尔坦分身套里面也算是能混入其中啊，特别是和中间这个过渡形态还挺像的。OK， 那么依旧同模换色这一块啊，只能说不愧是万代啊，居然出过这么多巴尔坦星人的 SHF。就这今年下半年还有一款60周年版的泥巴配色巴尔坦星人，真的是太会圈了。下面一位我们看到这个 SHF 的美菲拉斯星人，目前市场价400块左右。这款产品内容物方面还是挺多的，除了主体以及手型以外，还给了特效件和捆给初代的8分光轮。这个美菲拉斯星人的 SHF 算是把剧中那个肥硕臃肿的体型给非常好的还原了出来，不过肩膀这一部分感觉切割的有些过度了，割裂感还是比较强的。然后这只的头雕看起来也有些呆滞，过会儿我们会细说。这款产品里面给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特效件，根部的这个闪电效果做的比较一般啊，看起来跟泡面似的，但是中间这个炸开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就是还原剧中和初代对波的这么一个场景的，所以中间才会炸开。然后里面还捆给初代了一个8分光轮，因为初代的 SHF 当年是没有附属8分光轮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初代的8分光轮与后续发售的这个捷克的8分光轮并不是同一个啊，这一处没有同模具沿用，还是挺良心的。然后这个美菲拉斯星人还有一个55周年的变相再版啊，这款与出版的区别就是它把特效件以及8分光轮全给阉割了，变成了一个55周年的方形井盖地台，还有一个美菲拉斯星人的飞船。想必眼尖的朋友也看出来了，这个美菲拉斯星人飞船和50周年的那个巴尔坦星人飞船是完全一样的，因为剧中这俩还真就是同样的造型，所以你还不能说它是在偷懒。这款55周年的美菲拉斯星人，它的一个亮点就是身上的涂装会更加好看，相较于出版身上的消光质感来说，这款全身上下很明显是一个反光的质感。然后面雕部分，这款55周年版本也会涂装方面更加丰富一些，还做出了渗线的效果。出版脸上的银色部分糊成一片，就没有那么有质感。不过嘴巴部分这款没有用到透明键，还是比较可惜的。那么综上所述，出版的美菲拉斯星人玩法方面会更多，55周年版本外形会做得更好看一些，价格也比出版要便宜100块。
下面一位扎拉布星人的 SHF， 这东西目前为止还没有再版过，所以说它的价格目前也是很高的，要500块左右。内容物乍一看还算是丰富，但其实也没啥。这款绝对算得上是宇宙人当中做的比较拉的了，双腿压根伸不直，非常难看啊。身体的涂装方面马马虎虎吧，有做出一些不同颜色的渐变，也有一些模拟泥土的刻画。面雕部分这款的刻画也是挺不错的，把昭和时期那种不规则的皮套细节还原的很好。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菊花嘴部分是一个粉色的涂装啊。产品里面有附属2对替换用的耳朵，安装还是比较丝滑的，就是拆的时候需要把脑袋拔下来，用里面附属了这个拆件工具来拆它，但其实并不好用，很容易就会把零件给崩飞。然后里面还附属了一个还原剧情桥段的收音机，上面的2根天线是可以来回活动的，为了防止你弄断，还给了备用的天线，把收音机握持在人偶手上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样子。然后想必大伙也知道，这个扎拉布星人它在市面上是有一个厂货版本的，这个厂货扎拉布星人已经停产很多年了嘛，很多新玩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啊。然后目前市面上这个扎拉布星人也是正版厂货混着卖，这个厂货扎拉布星人也是花了我480，就比正版便宜了30多块钱。想必大伙肯定都不想用正版的价格来买一个盗版的东西吧？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正版和厂货的区别。其实远看的话真不好分辨，这边左边是正版，右边是厂货。厂货身上的泥土色涂装会更加的明显，更加的多，而且这个发色像是大便糊在上面了一样。面部就区别更大了，厂货部分的这个精度太低了，有一种很强的铸造感，很强的那种昭和皮套风格。嘴巴部分颜色涂歪的同时，也没有像正版一样做出一个粉色的分色。厂货肯定是没有质检的嘛，所以说我这个买的厂货虽然是全新的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战损级别的这个成色表现，还有这耳朵根本插不到底部，凸出来一块，也是厂货这种和正版出入非常大的表现，我才需要买一个来给大伙做一个对比，防止各位中招。下面一位这个依旧是传奇海景房啊，达达 SHF， 这个丑东西当年一度是炒到过2000块钱啊，现在也是被再版走下来了，200多就可以买到。我把这玩意儿放到最后讲呢，就是因为这玩意儿确实是看着又丑又吓人啊，最权威的童年阴影这一块啊。不过在后续作品中逐渐变成谐星了，还有点小可爱。这款的面雕还原度真的非常棒啊，眼睛部分的发色和原版皮套也挺像的，就是原皮套它是一个透明件，而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涂装了。体型方面的还原度也挺高的，还有做出一些细微的褶皱，用来还原那个没那么贴身，有点像睡衣的皮套效果。这款它非常大的一个玩法就是附属了非常多的替换面雕，剧中3种状态的达达是都可以还原的，还有一个受伤状态的脸，这个是还原剧中初代奥特曼一个4派凶母光线把他脸给射爆的这么一个状态的。相较于原版来说，脸部多了几道疤痕，然后左上角有烧焦的痕迹，里面还给了一把造型方面做的相当不错的武器，直接插把手型替换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款达达它还有一个再版嘛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和出版有什么区别。首先内容物方面依旧是多了一个井盖小地台，除去地台以外，这两者的内容物是完全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在涂装方面有些许差异。再版眼睛部分的发色会更加深一些，更加亮一些，然后嘴唇的涂装会大一圈，头发部分反光质感会更强。另外出版不知道身上白色部分是不是氧化了，还是说出厂设置就这样，它的颜色发色会更暖一些，而再版是比较冷的白色。然后这两者区别最大的就是这个替换面雕了，再版的这个额头的这个感觉就没有出版那种烧焦的质感了，有一种怎么说呢，开了斑纹的感觉，然后脸上又多了几笔流血的涂装，这个再版感觉被打得更痛了啊，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哦，太帅了。OK， 那么这个再版的达达价格方面和出版是差不多的，这两者在配置方面也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再版是要更加有意思一点的，各位也是喜欢哪款买哪款就行了。OK， 那么这一期初代宇宙人咱们就看到这里吧，下一期咱们给大伙看一下初代里面的怪兽，成本这边还是非常高的，希望各位能够3连回口血，投币过500速更下期。